你去把青英找来，哀家有话跟她说。是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，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。臣妾在闭门守孝之时擅自离开，还请太后见谅。替哀家进言，何罪之有？起来吧。只是哀家不曾想，自己如此可怜，移宫之事，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。皇上刚刚登基，忙于朝政，一时顾不上。哪怕臣妾身在前邸，也是该提醒皇上的。难为皇帝还听你的劝，哀家以为皇帝的孝心还不如你。皇上的孝心，臣妾哪里比得上？皇上说，您是天家最尊贵的长辈，是紫禁城唯一的太后，必得有相配的殿宇，所以皇上对慈宁宫要求尽善尽美，稍稍耽搁了些。巧舌如簧，既维护了皇帝，也全了哀家的颜面。虽说你是景仁宫的至亲，但事事以孝敬哀家为先，那就功过相抵了。行吧，你收拾收拾，从前邸出来吧。守孝在心里就成，毕竟是皇帝的嫔妃，还是要住回后宫去的。臣妾谢太后。臣妾还有一事求告太后。青英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，臣妾觉得不大合时宜。不合时宜？是，樱花都是粉色，而臣妾却是青樱，所以不合时宜。臣妾不仅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儿，更是爱新觉罗的儿媳，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，许臣妾斩断旧过，祈取新福。你这么想？是。那你最盼望什么？情深意重，两心相许。如意，好不好？是事事如意的如意吗？哀家选的是懿德的懿，意为美好安静。《后汉书》说：“邻虑懿德，非礼不处，人在影成双。”便是最美好如意之事。这世间一动不如一静，也只有静才会好。谢太后。只是臣妾不明白，意便很好，为何是如意？你还年轻，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，太难得。若能如意，便很不错。太后的教诲，臣妾谨记心中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也回去歇歇吧。等出了前邸，便是新生了。臣妾告退。这太后不是很讨厌乌拉那拉氏吗？怎么这么轻易就把她放出来了？这也太儿戏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能让皇额娘不讨厌，才是她的本事。皇额娘还给她赐名叫如意，皇上都亲自去看过她了。如意？什么如意啊？倒叫臣妾想起当年选福晋的时候，皇上就赐了一把如意给她，还选她为嫡福晋。太后下旨放了如意，
那皇上就会给咱们定封号、行册封礼了吧？看来咱们还得感谢他呢。皇上就这么看重他吗？本宫实在不能忍。听说这次的事儿，海兰那个小贱人出力不少。海兰一向不得皇上的宠爱，所以一直依附着如意。这说来也奇怪，那么一个标致人，皇上怎么就不喜欢呢？长得再美却不识趣儿，见了皇上就躲，躲不了也瑟瑟缩缩的，哪个男人会喜欢呀？小家子气，若不是皇上喝醉了，怎么会宠幸他呀？没有家世，又不会讨皇上喜欢，是可怜些。如今看着也会来事儿些了，不像平素里呆呆笨笨的，还是小心些好。这海兰还没分封宫事呢吧？她也只是个常在，也只能随主位居住吧。那就请娘娘成全臣妾吧。你想做什么？咱们不能让她事事如意，更不能让她和海兰沆瀣一气。皇上如今这么看重她，若咱们不再防着点儿，以后哪还有咱们的立足之地啊？皇后娘娘，皇上请您往养心殿叙话。按理说，西月和如意都是侧福晋，但西月的资历浅一些，册封位次也应该低一级。可西月如今已经是贵妃，那如意就只能封为皇贵妃了。这宫中无初封就是皇贵妃的先例，那就都以贵妃的位分吧。皇上，臣妾想着，如意妹妹到底是刚出来，行事低调忍耐一些总没坏处，且高斌为皇上督办河宫，功在社稷。相比之下，乌拉那拉氏一族实在无人可以为朝廷效力。不知是否可以先委屈如意妹妹一些，给个妃位或者嫔位，等来日逢年节或是有了生养，再进封也不迟。这妃位也可，另则高宾宫中为国，朕自然得嘉奖。赏贵妃还有高氏一族抬旗之荣，入本期满洲。圣祖的生母孝康章皇后的同氏一族，就是大清开国以来第一个抬旗的。想必高斌一定会肝脑涂地，为皇上效忠的。这外赏大臣、内封嫔妃，本就息息相关。这如意的位分是委屈了，宫事就给他翊坤宫吧。翊坤宫虽好，只是从前先帝的敦肃皇贵妃年氏曾经住过，皇上也是知道的。皇额娘跟敦肃皇贵妃素来不大和睦，若是挪了如意进去，只怕皇额娘的心里……还是皇后细心呐。那永寿宫和景仁宫都不能住，其余诸宫也在修缮，一时间住不得人。如今就只剩下了延禧宫。这延禧宫偏远，还尚未修缮呢。如意妹妹此时不宜张扬。延禧宫虽然偏远，但是臣妾会命内务府仔细布置，断不会委屈了她。那好吧，务必得仔细布置，不要让如意住得不舒服。是。奴才尽力给皇上请安，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皇上，内阁已经拟了嫔妃封号，以彰尊荣，请皇上过目。呈上来吧。皇氏封仪贵人，金氏封了嘉贵人，苏氏封了纯嫔，乌拉那拉氏封了贤妃，高氏封了惠贵妃。这高氏哪里聪慧了？这封号有点讽刺啊。也许惠子是皇上对贵妃的期许，希望她聪慧伶俐，
这不还有全族台旗人的恩赏呢。皇帝很会安抚前朝后宫的人，不错，不错呀。名位已定，总算是尘埃落定了。这下六宫可以清宁了。错，定下名位高低，这六宫的纷争才算是开始了。主被封了贤妃，咱们都高兴。只是到底被贵妃压了一头，贵妃得了皇上台旗，如今更是得意坏了。而且皇上不是说让主住在翊坤宫吗？怎么又成了延禧宫？许是翊坤宫如今还不能住人吧？延禧宫也挺好的。可延禧宫旁边就是宫人来往的甬道，地儿又偏又嘈杂，还多年未曾修葺。难道这是太后的意思？她老人家还在责怪您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如今咱们能离了这儿，已经很好了。是啊，我们抓紧收拾吧。主儿，奴才觉得这延禧宫虽然靠着宫人进出的甬道，但关上大门也算清静。虽然破旧些，但古朴雅致，不错。主也太知足了，内务府的人连地都扫不干净。奴婢瞧着承乾宫、翊坤宫景致又美，离皇上的养心殿又近，住在这儿，都不知道皇上多早晚才能来一次呢。好姐姐，皇上若肯来，也不会嫌路远；若是不肯来，住进养心殿后的围房也不济事啊。也是，能离了前底，已经是万幸了。主儿，奴婢去给你点上安神香，这样换了寝殿，您睡得也安稳些。好。主儿，你等了2个时辰了，若是累了，咱们先到廊下歇息吧。嫔妾克里耶特海兰，请贵妃娘娘谨遵贵妃娘娘安排。小东西，饿了吧？娘娘这儿的孔雀呀，可真是宫里一绝。还不是皇上亲赐的，咱们皇上还是最疼娘娘。小东西，快吃吧。既然皇后娘娘要你来本宫的咸福宫同住，本宫身为一宫主位，自然留你，可你也得懂规矩。是。你既然来了，本宫便告诉你，当年你是怎么趁皇上酒醉勾引，又和贤妃勾结成了皇上的侍妾，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可如今到本宫这儿来，如果再敢有外心，本宫便不饶你。嫔妾不敢。得了，西边的屋子赏你了，去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把东西放下，打扫一下。主儿，这屋子西晒，夏天热得很，冬天冷得跟冰窖似的，怎么住人呢？这屋子看起来真像是给下人住的。那便是一般的奴才也不会住这儿啊，不过就是平日里放些不打紧的东西罢了。贵妃也不怕皇上知道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皇上宠幸过，又被抛诸脑后的人。贵妃自然是不怕的。主儿，
你也太委屈了，一来就劈头盖脸的被贵妃排选了一顿，而且贵妃娘娘说话也太难听了，怎么能那么说您呢？主，吃点牛乳糕。主，海常在来了。海兰，嫔妾请贤妃娘娘安。起来起来。都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，怎么这么晚还过来？是换了地儿睡不着吗？吃点牛乳糕，你素来喜欢的，尝尝。这宫里也只有贤妃娘娘会记得嫔妾喜欢吃什么。海常在，请用茶。谢谢。海兰，你怎么了？还不知道你去了哪儿？我正打算明日去求皇后娘娘，让我们同住。皇后娘娘说咸福宫宽敞华丽，指了准去住，但是贵妃是个不饶人的，让我们住的连下人还不如。怎么会是去了咸福宫？都怪我没有一早跟皇上要你。皇后娘娘早先一步安排的，娘娘也是没有办法的呀。就是我们主儿好性儿，老被人欺负。那贵妃这般对你，你跑来我这儿，她可不忌讳？她有什么好忌讳的？现在咸福宫可热闹了，人人都趋风她抬旗封贵妃的事儿。嫔妾是希望可以跟娘娘一起同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我明日就去求皇后娘娘。但是如果皇后娘娘不肯，贵妃怪罪下来，还是罢了吧。那你要先好好护住自己。贤妃娘娘也是。海兰，你平日都叫我姐姐，现在口口声声的娘娘嫔妾的倒是身份。是姐姐。张安也请了，贤妃还有事吗？延禧宫可住得惯？多谢皇后娘娘关怀。在延禧宫一个人住着有些冷清，能否让海兰过来与我同住啊？贵妃正当宠，又得了抬旗之荣，可海常在却一直不得皇上欢心。本宫是想着，她若能与贵妃同住，也能常见到皇上，或许还能多几分雨露恩泽。否则，她要一世无宠，孤独度日吗？皇后娘娘慈心，是臣妾没想到这一层。这个镯子是咱们在前邸时，本宫给了你和贵妃的。是。本宫给了你们这对镯子，就是想要告诉你们，彼此间要存了亲好之心，让你们明白，同为嫔妃，应当不分彼此，不要事事计较。如今，你倒是肯天天带着，也不枉本宫的一片心意。臣妾会时时带着，时时谨记的。皇后娘娘，时辰到了，郎世宁大人已经在如意馆等着您和皇上了。臣妾告退。
如今你有中宫之位，又有嫡子，皇上也厚待咱们富察氏一族，什么都好。额娘，女儿如今心满意足。心满意足是好，可是人一高兴，不能忘了看着远处。皇上抬举高氏一族，又厚待乌拉那拉氏，尤其是乌拉那拉氏。当年若不是先帝看重你，那如今这皇后之位就是他坐着了。这些年你防范得紧，以后啊也不能松懈。额娘说的话，女儿都记下了。幸好啊，他俩虽然得宠，可一直都没有生育。女人嘛，说到底还是要靠子嗣的。额娘，女儿只要守住皇后的位子，便什么都有了。我不必事事与他们争，他们也不敢来冒犯我。哎呦，我的娘娘，你这话说得不错，可若真的什么都不做，怎么约束底下的嫔妃呢？那额娘的意思是，既然嫁了皇上，你就应该知道，这会子有前底的旧人，往后呢还有数不清的新人。做正妻的，要什么都得想到，但不必什么都做。有底下的奴才替你效劳，何必脏了你的手呢？啊！娘娘不必送了，皇上恩典，日后自有进宫给娘娘磕头的机会。娘娘，您可要千万保重凤体啊！那女儿就不送额娘了。哎，一会儿女儿要去如意馆请郎大人作画。哦，苏烈，替本宫送额娘出去。是。苏烈，你是皇后娘娘的陪嫁，打小在府里你就跟着她，最是贴心了。不像那个莲心，她是前邸里刚拨进来的丫头，怎么也比不得你。奴婢明白，莲心虽然聪慧，但伺候皇后娘娘晚，她若有什么想不到的，奴婢都会想着的。娘娘居上位，有很多事情啊，她也未必都能想得到。就算是你想到了，跟她说了，她也未必都能听得明白。如今呐，我人在宫外，也帮不上娘娘什么。有些事情啊，这宫里可全靠你了。苏烈啊，你可要好好帮扶娘娘，替娘娘分忧。夫人放心，凡事都有奴婢呢。也是我做的不好，一直把娘娘当未来的福晋培养。虽然是养成了大方得体的闺秀，可是呢，她心太善，性子太柔和。有些事情呢，若是娘娘一味的不忍心，让她知道了，反而会坏事。苏烈啊，你就大胆一点也无妨啊。夫人，奴婢明白了，奴婢会替娘娘想着的。有些事，奴婢能办的，就不会脏了娘娘的手。好一个丫头。有你娘娘的好日子，就不愁没有你自己的好日子。谢夫人。这我就放心了。这个意思极好，一次心，一次心一动。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。这个解释好啊，
朕喜欢。这是你进族时，朕送你的墙头马上，你我初见听的第一出戏。墙头马上遥相顾，一见知君计短长。但愿皇上不要让臣妾做了礼千金，被迫抛下儿女，受辱离开。你放心，朕只有裴少君的钟情，没有他的软弱寡情。梁世宁见过贤妃娘娘。起来吧。奴才坐着给贤妃娘娘请安，贤妃娘娘别怪罪啊。你坐着吧，没事的。郎大人，本宫总听皇上说郎大人画笔精妙，所以想来看一看，打扰了。臣在宫里作画已经很多年了，可许多名位还是搞不清楚，只见过太后和皇后娘娘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出现在画上。宫里的娘娘都这么美，我不能都为她们画像，臣只能画画皇上跟皇后。我希望有一天也能够为您画上一幅画像。皇后是皇上的正妻，所以皇上和皇后才能一同入画，嫔妃们是不可以的。西洋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我们那里一个丈夫只能有一个妻子，并没有妾，只有一个妻房。世界还有这等事？郎大人莫不是说笑吧？没有，怎么会是说笑呢？那郎大人的意思是在西洋，一个男人只对一个女人钟情，不会对旁的女人有情了？如果没有情了，男子可以离开已经不爱的妻子，女子也可以离开不爱的丈夫。这叫合理，好聚好散。在大清，民间可以，公主可以，可是嫔妃们不可以。如果没有感情了，女子为何不可以主动地提出分手呢？大人，您这是在乱讲吧？世上只有休妻，哪有休夫啊？臣每次这么说，别人都会这么认为的。主，郎大人就是乱讲，没人能信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回去吧。郎大人，本宫告辞了，打扰了。恭送贤妃娘娘。奴才恭送贤妃娘娘。主儿，奴婢见您从如意馆回来，便神不守舍的。听了郎大人的一番话，倒像是被说中了心事。奴婢瞧那郎大人就是满口胡诌，哪有男子不爱美色不纳妾的？我怎么觉得这些胡诌是天下女儿的本性呢？您说什么呀？您受的搓磨还不够多吗？说这些话不怕又被责罚？我也就是说说，哪有女子天生爱当妾？哪有正室愿意和妾室分享自己的夫君呢？您这些话跟奴婢说说就得了，可千万别和旁人提啊。我知道。给朕。
皇上，万一，臣妾是说万一啊。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，没有任何妾室呢？朕看你是傻了啊！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？皇后告诫所有人，不许吵郎世宁画画。我看就是为了防备你。臣妾只是想想嘛。虚空妄想没有任何意义。还好郎世宁年资深重，否则你们两个说话就不合规矩。臣妾知道。臣妾只是在想，万一有一天天下所有的男子只有妻子没有妾室，或者夫妻之间的情分已尽，女子也可以求去。好了，郎世宁呢来京中多年，想必也和很多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无人当真，无人在意，唯有你钻牛角尖。臣妾只是在想，如若真是这样的话，也挺好的，人人都可以做一心人，做不了了就自愿分开了。真是痴话啊！如意，你是女子，又在宫中，你得守着三纲五常，还有君臣夫妻嫡庶尊卑的道理。道理纲常之外，也有别的可能啊。那些西洋外来的风俗，不同于我们天朝上国。风俗是不同，可天下男女的心是相同的。皇上难道不想一生只一次心一动，只对一个人吗？好了，别再说这些了。那皇上这般说，臣妾今日便记得了，以后也不敢在皇上面前妄言，一定对皇上谨言慎行，恭恭敬敬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如意馆的人来了，问您是不是过去？不去了，朕没心思。这，哎，把朕推回去。这，慢点。这才芳菲多久，就闹了一场。王卿说，皇上动气了。这贤妃，平常看着还像个样子，这起了性子的时候，着实不成体统。景仁宫都轰了，他还这么使性子，迟早得吃亏。罢了，只能让另外几个嫔妃多去侍奉皇上了。皇上，你怎么不理臣妾啊？朕乏了。你来了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，怕惹皇上笑话。那你就继续做你的闷葫芦吧。您和皇上置气，可皇上倒好，今儿去贵妃那儿，明儿去嘉贵人那儿。就连最不得宠的婉答应都去养心殿侍候笔墨了，您还在这画什么呀？您是真不着急呀？他是皇上，我是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阿若姐姐，主才不会生了和皇上的情分呢。走进，走。阿若，把这儿收拾了。还有没有胡思乱想啊？
就算朕说话说得重了一些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成了吧？是臣妾的错，臣妾错在直言不讳，忘了您是皇上，是不得冒犯的天子。你这倔脾气。来，瞧瞧朕带了什么送你。皇上有什么赏臣妾的？臣妾谢恩。一笔一笔画的，不是赏赐，是真心。那不如先看臣妾的。哦。臣妾怎么这般端正？降雪宣时，你就是这般接过朕的主意，那是朕心里最难忘的时刻。可臣妾画的皇上是得侧福晋旨意那天去城楼上找皇上，看见皇上玉树临风的样子。哎，一个端正，一个逍遥，这怎么会配呢？不配啊！朕可以与皇后一同入画，与你却不行。所以朕画了你的小象来哄你，结果你说不配啊！人是一对璧人，可是神情姿态都不相同，一起入画怎么合适啊？哼，那朕就偏要合适。朕叫郎世宁裱好之后，把它收起来。今儿个天真热啊！您一直在用啊？是啊，朕一直带着它，这红丽清英，哪里会不般配？绣这块帕子的时候，臣妾还在淼云阁守孝，当时还叫清英。那时候臣妾以为再也见不到红丽了。哼，帕子上的清英红丽在一块儿，那我们也不会分开的。朕不会让你看不见朕的。皇上，臣妾那日跟您顶嘴，您就当臣妾是最后一次吧。朕知道，朕知道你有心思，从来不瞒朕的。你姑母一走，你所有的心事，也只能对着朕说。经过那么多事情，往后还会有更为难的事，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清英的性子。只是以后啊，不许说傻气的话。是。这花开得到喜庆，黄与紫都是尊贵之色，摆在慈宁宫很合适。皇上小心，有什么好的都紧着您，就连送花都送的最好的。太后，皇上来给您请安了。皇上万安。给皇额娘请安，儿子来晚了。哎呦，看你这急匆匆的，你这是打哪儿来呀？今儿在漱芳斋听了会儿戏，一时忘了时辰，事儿迟了。是和贤妃在一起？皇帝和贤妃感情要好，对吧？毕竟后宫也要注意雨露均沾。你若是整日和他在一块儿，容易让其他嫔妃眼热，也会让他们的母家不安心呢。是，皇娘的话，儿子都记住了。来，陪哀家进屋用膳。主绣什么呢？哎，这不是昨儿皇上赏给您的诗吗？我把它绣在帕子上，多别致。皇上人虽没来，
心里却记挂着主。主想到了皇上，便这般高兴。这费了贤妃好大功夫吧？还绣了人物，是谁啊？回皇上的话，主说皇上的诗是题《吴梅村集》，主最喜欢里头那首圆圆曲，所以这个人物是陈圆圆。他倒有心思。皇上方才启祥宫来请过了，嘉贵人等着您去用晚膳呢。皇上夸主有心思，不如当着主的面夸，比奴婢传话来的好。罢了，朕允了嘉贵人，去启祥宫吧。这是。主，怎么了？嘟了个脸。皇上明明喜欢主的刺绣，偏还去了嘉贵人那儿。这些日子，皇上怎么来咱们宫里少了？皇上自有安排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好吧，好吧，奴婢就陪主在这儿等着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坐下吧。谢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，花样虽少，却以清朗为主，看着很是大气。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，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。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，是在整件衣上满绣轻巧花样，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，或织金泥金，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，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。皇后娘娘，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，看着也很别致。那看来，大家还是觉得本宫这身衣裳不错了。是。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，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。本宫的这身衣衫虽然是绣花，但疏落简朴，而你们所穿的衣服，且不论衣料，便是这刺绣一项，便所费太多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呀。后宫所事，民间往往追捧，所以才使得京城中江南所来的衣料翻倍而涨，就是绣工也愈加昂贵。如此下去，奢靡成风，还如何了得？贤妃，你说呢？宋仁宗喜食羊羹，不愿因自己的一夕之欲开启无穷宰杀，而自人口腹之欢，更不愿民间知道宫中喜物养成奢靡之风。皇后娘娘此举有如宋仁宗一般。皇后娘娘说的固然是，可是皇上一直都说圣祖和先帝励精图治，国富民强。便是国富民强，后宫也不能挥霍，否则祖宗们留下的基业还能经得起几代？本宫以身作则，效法祖宗旧制，从今日起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，不佩戴贵重首饰，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。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。是。皇后娘娘真是克勤克俭。本宫也是想着，咱们身居六宫，但却为天下女子的表率，咱们不能忘了祖宗们定天下的艰难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臣妾定当追随皇后娘娘。